3年前那里发生过一次集体自杀案，已经结案了。不过最近又有了女孩在学校失踪的传言。这封信上所说的，不知是否指这件事。这是当年案件的记录，你看一下。你们黑羽还真是数不清的活儿，连个假期都不给吗？等这次案子结束，就给你们2周的假期。发生那样的事，也许需要潜伏进去，可以得到内部的消息。没错，因为这件事，学生大量退学，学校急需外聘一些资深的教授来授课，留住学生。我们需要一个对艺术史精通的人，假扮客座教授进去。有专业知识的人更容易被学生接纳。艺术？您来这里的目的不会是想找他吧？气质也很贴合，是不是？他的品味那么奇怪，怎么能……怎么不行了？只是我这个教授需要一个听话的贴身助理。你做梦吧！希望您是值得信任的人，黑泽二先生。我还有别的案子，就不打扰2位了。尼尔。可是我想和副队。这里是双人间，哪有你睡的地方？慢走。这下正好。你打算逃跑的行李总算派上用场了。那不是我即将任职的学院吗？你好像对教授这个身份很满意，现在就开始演起来了。那当然，说起当教授的好处。尊敬的教授，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你。过来，站那么远干什么？我又不会吃了你。你在想什么？当然是正常的教授和助理的关系。气什么？不觉得这样更加真实吗？想把它扔出去，马上就要到了，请你注意一下你的言行举止。这是邀请函。怎么还来人？我带你们去校长室。好像不怎么欢迎我们啊。快看，那是什么人？好帅啊！听说今天客座教授要来。学校很大，2位才刚来这里，请不要在学校里随意走动，都去教室坐好。你们下课了吗？新来的管理员好凶啊！是啊，他比上一任严格多了。那么我先出去了，校长先生。辛苦你了，卡希尔。我看看，想不到是这么年轻的教授啊。请您放心，教授已经执教多年，有丰富的教学经验。履历。从哪儿办的？您是从卡尔纳斯那边来的？怎么会想到来佩斯学院呢？实不相瞒，我已经厌倦了在卡尔纳斯枯燥的生活，毕竟卢米埃是大城市啊。很熟练啊。另外，也和我的收藏品有关。卡尔纳斯太潮湿了，不利于我藏画的保存。藏画？这是我们带来的见面礼。幸好提前调查过了这位校长的喜好。这不是毕加大师的作品吗？我可是费了大功夫呢。皇室收藏着，怎么会？佩斯学院有您的加入，真是我们的荣幸。您客气了。听说您有个著名的展览馆，我们也许可以一起交流。你们离得远，也许不知道，整个西校区都在修缮，也包括展览馆。你们可以在东校区活动，如果有问题，可以问我们的管理员。那个展览馆果然是有什么问题吧？的确，就算之前发生过自杀案件，结案了也正常开放了，最近几个月却又关闭了。他在妻子死后霸占了全部财产，继承了学校，岳父母把他告上法庭，正在打官司。这样的人怎么会舍得关掉一半校区，损失一大笔收入呢？你倒是很享受哦。有我的助理为我服务嘛。在看什么？你怎么突然跑过来了？是你自己太投入，没注意到。对比笔记，看看这封信是不是校长写的。结果呢？我想大概率不是。首先是习惯字，他每天都要签几十上百张佩斯这2字，就算是有意改变笔记，习惯字也极大可能会写得相似。这个佩斯的写法完全不同。然后是纸质的区别，这个发黄软绵的纸大概率产自尤尔德地区，卢米埃斯这里的纸都是白色的。说到尤尔德地区，那个板着脸的管理员好像是那个地方的口音啊。如果匿名信是他寄的，为什么呢？听那些孩子说，
他才刚到学校不久啊。去哪？食堂，学生这时间应该下课了。还真是一刻也闲不下来。听说你们是卡尔纳斯来的，那里的甜点很有名。那里的天气怎么样？我们什么时候上你的课？这个年纪的孩子真活泼啊！到时候可以来找我玩。真的？这家伙倒是很会说话，这么快就和小孩子们打成一片。你们在干什么？食堂是吃饭的地方。管理员，得救了。这个管理员连吃饭都要管啊！是啊，您刚来还不了解，卡希尔女士相当严格呢。也许我该像马奇一样转学。马奇？她是我以前的室友，但是前不久突然转校了，老师通知了我们才知道她转走了。最近至少转走5、6位同学了吧？马奇那么不遵守纪律，也许是被开除的呢。他离开的前一晚和我们说要和拉蒙娜一起去西校区探险，也许吧。西区探险？那不是在修缮的校区吗？因为那里有个传言，如果在0点过去，会听到奇怪的声音，像是拍打窗户和门的砰砰声。还有人说亲眼看到过，有几个人在天花板上飘着，风吹过去，他们拍打着窗户，发出声音。这个传说是因为3年前……好了，别再说了，会把教授吓到吧？这很可能是那些人编的瞎话了。这没什么，每个学校都会有些奇怪的传说，这很有趣。时间不早了，教授。也是啊，小助理，还有未完成的交接工作呢。还嘚瑟起来了。这是学生的名单，这是进度表。我咳成这样还能讲课？不好意思，我的身体不大好。等校长招到顶替我的人，我就能辞职回老家养病了。两位请坐。关于这个艺术史，我暂时给学生讲到了这里。但是每个人进度有序，天都黑了，他们的领悟力这老头什么时候讲完？所以，我给他们分了小组，这样就能更好。然后，了解，这就表示你就不能……到了该吃药的时间了。不好意思。这么多药，看起来病得很重啊。完全就是个药罐子嘛。说句题外话，其实我着急离开学校还有别的原因，建议你们合约到期了也尽快离开吧。作为老人的劝告，千万别去西校区，最好也别和清洁工搭话，那是个有点神经质的人。学校会放任一个这样的人在学校里走？校长看他可怜，才让他留下。工作了很多年，不会攻击人的。你对那个传说怎么看？之前的自杀事件就发生在展览馆，最近转校的孩子都是去展览馆以后连夜转校的。现在就要确定那些所谓的转校生是否真的是转校。如果走正常的程序，校长的办公室一定会有档案。那边好像有什么人在吵架。哪有什么？推不动。你突然发什么疯？这里可是学校。那边真的有人在吵架。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的鬼话吗？怎么回事？我说的没错吧？有时候真搞不懂他到底在想什么。是宿管员和拿着扫把保洁员。管理员为什么要和他吵架？好像是烧垃圾时烧了什么东西。管理员女士看起来很生气的样子。这就吵完了？这是什么奇怪的学校？难怪快倒闭了。瞎说什么？校长、管理员、教授和保洁员，哪个是正常人？还真是啊。这是什么？玉米娃娃。等等，还是不挖出来的好。你看他们是被束缚住的，有可能是一种仪式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边应该还有。果然没说错吧？得意什么？有人用了咒术，他想困住在西校区的怨灵，把被束缚的娃娃埋在了西校区的四周。难怪感受不到这里的异动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样留着，反倒让我们能更方便找到某些人想困住的东西？没错。做什么？当然是要进去查看。你不知道自己的脸色有多差吗？
今天才第1天，至少要等到明晚吧。脸色差是因为你刚才……算了，今晚先去校长室看看，我们再商量计划。但是，跟着我可以，我们至少要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。黑泽尔先生，随便你。被他盯得凉飕飕的。你走前面。这门锁了。当然了，这可是校长室。明天我们还要在学校待着呢，又不是强盗。他不会是故意的吧？他就是故意的。哎呦，想不到我们的副队长还有无痕开锁的技术。少废话。全是艺术类的书，没什么特别的。不过这个校长居然没有雇个助理帮忙啊！大概令他头疼的事足够多了。你看，全是家长的投诉信，都是3年前那次集体自杀案件的投诉。看这封的字迹，是不是很眼熟？和那封匿名求助信用了相同的纸张，写字习惯也很相似。你看管理员和3年前那个案件其中一个孩子长得很像。看来我们有必要找管理员谈谈了。那就等明天。这工资单，给那个病老头开的薪水比我还高。你气什么？反正又不缺钱，这都是市场价格的5倍了。那个校长不是很吝啬吗？最近学校还经营不善，薪水是在3年前，也就是案发之后涨上去的。这么高的薪水也能雇来新的教授吧？还有这个清洁工的医药费，也是3年前开始全部是他出的。转校手续也没有最近那几个女孩的名字。这所学院的老人应该都知道那些孩子不是正常转校离开的，瞒着我们很多事啊。好像所有的异常变化都是从3年前那次案子开始的。在那个夜晚，佩斯学院引以为傲的艺术展览馆内，5个女孩在这里死去，她们的嘴里含着石那话，手里抓着纸张，上面用她们的笔迹分别写道：“我是自愿的，这是一场令人激动的、真正意义的艺术。”这个说法相当含糊啊，被诱骗了也说不定。是啊。当年的案子疑点重重，结案得很草率。我看了队长给的档案，那个吊死的女生，头发压在脖子与绳索之间，明显不符合上吊自杀的常理，好像是该休息一下。没事吧？大概躺一会儿就好了。浑身难受，真丢脸啊！做什么？还以为你睡着了。都这种时候了，你还想？我去找管理员换宿舍。你在想什么呢？我是看你有没有戴项链，而且睡觉总要把衣服脱了吧？越来越奇怪了。睡觉。现在这样很别扭，可是现在又没什么力气。明天再……到底是……刚才是什么声音？好像有什么东西掉下去了。管理员，出什么事了吗？卡希尔还活着，快把他送到医务室。虽然没有生命危险，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醒。很可能是被人推下楼梯的，他的前额有多次撞击伤。也许是他自己狡猾呢。那个教授，我想和您私下谈谈。照顾好我们的管理员，小助理。那好吧，来。他手里好像一直攥着东西。既然卡希尔没有生命危险，我们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这样对你我都好。这个你收下。1袋金币，这算封口费吗？这么点钱还不够把我送给你的画赎回来，诚意不够啊！你，也许就是你们2个新来的把管理员推下去的。那好，我现在就去把警署的人叫来。别去，我再回屋给你拿。你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？宁愿花一大笔钱，不敢让警署的人过来，给老教授那么多薪水，不会也是所谓的封口费吧？譬如关于你那些死去和失踪的学生的真相。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？他身上并没有血腥味，刚才的时间也不足够让他洗去。站在经营学院角度，
这些的确是他不希望发生的事，可是他却很排斥警署或者调查局相关的人。哼，反正你什么办法都试过了，比如那个封锁西校区的半吊子阵法，还不如找我。你也知道卡尔纳斯那边有多乱，看来站在统一阵营，反倒更容易撬开他的嘴。要是解决了，以后佩斯学院的分红要给我一部分。您还真是狮子大开口啊！眼下你还能找到谁帮你呢？算了，我现在也是走投无路了。佩斯学院是我妻子一手创建的，她在5年前病逝了，因为与父母的关系不好，她把遗产留给了我。就像你说的那样，3年前那次可怕的案件改变了佩斯学院，眼看学校经营不下去了，我就象征性的感谢了验尸官。很快就像我希望的那样，迅速的结案了。不过几天，老教授突然找到了我，原来是因为学校开始闹鬼，他身体不好，想要辞职。他辞职了，我从哪里找人呀？只好给他加薪挽留他。清洁工在案件发生不久后就开始神志不清，我只能把他留下来。我和老教授开始翻阅书籍，他从古籍中找到了这个方法。作为代价，只能把西校区封锁了起来，困住了那些可怕的亡灵。把枉死的冤魂困在一处，这不是养蛊吗？要是贸然放出来，不知道造成什么意外。本来以为事态平息，结果最近又有孩子失踪了。这事儿不简单啊，也许我该要更多的报酬才行。还能再商量吗？一条女士手链，手上还留着刚烧过的灰烬。晚上她可能因为这个和清洁工吵架，还问清洁工是从哪儿拿来的。很普通的款式，肯定有特殊的意义。什么人会想杀她呢？如果卡希尔就是写匿名信的人，那么可能是凶手察觉到了他的身份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凶手就还在学校里。这是在配药，这么晚了还有这么多事要做，真辛苦啊。每晚都要配好第2天早上的药，已经配了3年，都成习惯了。先生，一份是给老教授的，一份是给校工的。老教授已经3年了。是啊，3年前病情突然有了好转，没想到最近又变得严重，不知道这次能否熬过去。我来替你送过去吧。真的吗？真是太感谢您了。这么巧？开门有什么巧不巧的？你们说了什么？我们达成一致了，校长先生为了他的学院，愿意全力配合我们。你是对他屈打成招了吧？怎么会？我可是绅士。大家都不容易啊。我和他说，我们搬离卡尔纳斯的真正原因，是因为我们不被世俗所容纳，可歌可泣的师生恋。你是不是脑子有病？这可是让对方信任我们的基石，要配合我。你是不知道，这个校长多排斥警署的人，更别说黑羽了。啥时候说正事呢？作案如此草率，是因为他来不及继续等待了。石那话意味着重生。3年前的那场悲剧，也许是凶手用他人向恶魔献祭，祈求着某样东西。那个偷走了本不属于他时间的人，是该受到惩罚。那后来的失踪的学生呢？明明没有到献祭的时间，却有学生在封闭的学校展览馆内凭空消失，不是那个病殃殃的老头可以办到的。看样子，那里的怨气比我看到的还要重啊。我取来了西校区地图和那些学生的入学档案。失踪的学生和之前死去的学生生日相同，有什么发现吗？这也许不是巧合。以前也有过类似的事，他们在寻找替身，然后在死亡的那天回魂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被灵魂附身的玉米娃娃怎么跑出来了？我好像忘了把那个挖出来的埋进去了。这种事你都能忘？那你当时怎么不提醒我？还不是因为你当时突然……我当时……哎，我怎么不记得了？接着说呀。算了，我根本就不想提。这下麻烦大了。他似乎是在找入口，大概是在找更合适的躯体。听着，校长先生，为了你和学生的安全，立刻去把楼门锁起来。
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，如果贸然让这个跑出来的怨灵消失，那原有的仪式就被破坏，积攒已久的怨气就会像找到缺口一样出现，会惹出更大的麻烦。不能让学生遇到危险，必须在天亮之前解决这件事。差点忘了那家伙。等我一下，这是最后一个门了。教授，看好他，省得再惹出什么乱子来。那你们呢？当然是去展览馆。情况不太妙啊。不像是名画，更像是学生作业。那个校长妻子生病，大概是把很多收藏的名画变卖了，用他学生的画作顶替了上去。奇怪，那些灵魂躲到哪里去了？总要有个去处吧？难道在雕像里？什么都没感觉到。喂，你别随便摸来摸去的。这里的气息很混乱，用手触碰是最快找到他们的方法。好啊，到时候被扛回去丢人的可不是我。泰伯，你看这幅画是老教授画的。这是。这是画中幻境。刚才把我拽进来的那个人呢？落下来的时候就和这里融为一体了。也许之前失踪的学生也在这里。也许吧，赶紧找到他们，离开这地方。嘉兰。人呢？嘉兰。怎么样，黑泽尔？哎呀，就不能夸夸妈妈吗？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不对，这里是幻境中的陷阱，你就这么看着，眼睁睁地看着他死。就像当年一样，虽然是自己的样子，可是看起来真讨厌。怎么回事？幸亏及时收手了。有什么好惊讶的？因为我就是你呀！看看你的脚下，血。在他快断气的时候，把他的心脏挖出来，这不是你一直期望的吗？你已经为了这件事杀了那么多人，现在怎么下不去手了？反正他迟早都要死。够了！蛋糕。祝你生日快乐！你今年多少岁了？几岁了？几岁了？是不是该死了？这是你的生日礼物，你的生日礼物。在他醒来之前，你是不是该做些什么呢？为了这个世界的安宁，为了阿斯莫德不再降生于世，父亲，是时候了。这样啊，那就。塞拉，你怎么变得这么……嘉兰，妈妈的乖孩子，你也太好骗了。怎么回事？心脏突然开始痛，从一开始，这个幻境就好像了解我似的，不断针对人的弱点，很可能是跟着人的内心产生的，又不是真的阿斯莫德，只是个幻想而已。如果真是我创造了他，就有绝对控制权。真的成功了！花藤是石那花的花藤，靠吸取人们进入幻境的情绪为食吗？也许我顺着它，可以找到躲在幻境的恶魔。又来！醒了？
现在是什么情况？3个，睡得可真久。黑泽尔，你认识我？抓来的时候听到了吗？真是麻烦，要是能立刻杀死该多好，得等到心脏成熟才行。就这样一直锁着他，这样就不会惹出其他事端。最大的事端，也许就是因为滋味太好，杀他的时候会犹豫不决呢。抓来，他的语气仿佛回到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们的衣服好像也是。我来到了最初见面的时间节点。总不能只放在这里看着吧？那也太浪费了。疯了吧？这个幻境也太离谱了。冷静，我只要闭上眼睛，让这离谱的幻境结束。希望眼前这3个家伙立刻变成3颗木头，结束。你在走神？这种爱好倒是一点也没变。幻境会有这么真实吗？等等，这猎物也太不听话了。又来，突然动不了了，难道掉入黑泽尔的幻境里去了？这样也好，我就喜欢活蹦乱跳的。无论在哪里都这么变态。这是黑泽尔内心创造的幻境，其中一个必然是他本人。是哪个？真是麻烦，要是能立刻杀死该多好。不对，不是这个，总是重复着说想杀死我，还一直在舔我背后的印记。最大的事端，也许就是因为滋味太好，杀他的时候应该也不是这个。这个黑泽尔从头到尾只关心的事，得等到心脏成熟才行。毕竟是黑羽的人失踪了，也许会有人找上门的。只有面前这个，这些是黑泽尔曾经对我说过的话。黑泽尔，我如果真的死在这里，要是你能记得起来的话，项链记得拿走，把怀表还给我，埋在一起。在说什么？傻了吗？他好像迟疑了。我猜对了，你该回来了。佳兰，佳兰，佳兰，醒了。起得来吗？别管我，想打他。刚才的确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，好像回到了我们刚见面的时候。幻境好像让我做出第2种选择的机会，谁知道你跑到我的幻境里去了？还不是因为你暴力破坏，害得我掉进去了。还有某些人差点就出不来了。多亏了正义的嘉兰大人，要是没有你，你弱小的下属可怎么逃出来？弱小？如果是普通的幻境也就罢了，只有他的幻境才会这么奇怪。这个幻境会让人回想内心恐惧的事，你的幻境却回到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。该有阴影的人是我吧？你在害怕什么？休息好了吗？先把衣服穿好。很尴尬。算了，穿我的吧。你受伤了？什么时候？在幻境里和自己打架的时候。如果你是指嘴的话，当然是你咬的。我就不该对这个人产生同情心。这里也有花藤，我们顺着花藤走，也许有什么线。打破一个幻境，它的藤蔓就会枯萎一段。我想，它也许是靠人类负面情绪为食，负面的情绪消失，它也就随之枯萎。不过之前要有生日相同的女生这种特定条件，才会被吸入幻境。我们算是自己找上门的异类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直接打破刚才那些幻境。
的原因。我们在这里，也许某方面是不受控的，以此类推，也许也可以破坏别人的幻境。四周开始逐渐变暗了，藤蔓分支也越来越多，看来离幻境的中心越来越近了。啊！黑泽尔，别碰那些藤蔓！知道了，你别乱动。没有用的，石那花藤怎么会被人类轻易折断？我可是这里的主宰者。